玉佛节上，谢允珍为我放生鲤鱼时落水失忆，她不再惦念我，不再说娶我为妻，甚至拿着我母亲的遗物逼我给渔女让位。京城人人皆说二字艳羡，就连谢允珍也以为自己爱惨了她，长跪在金銮殿外，只为给渔女求一份恩典。太后到底不忍，问我该当如何。我轻声叩首，臣女求2道旨意。第一道，为臣女和谢允珍退婚；第二道，臣女答应您嫁东宫。这本是属于我和谢允珍的似水流年，可事实上，一个人刻舟求剑实在太难，所以谢允珍，我不嫁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敏仪，若他让你受了委屈，哀家替你做主。太后娘娘扣着檀案，凤目透着几分怜惜。我俯身一拜，轻声道：太后娘娘，不必了，我和谢小侯也有缘无分，不能强求。太后叹道：哀家知你不易。话锋又转，可谢家那小子犟得很，若他恢复记忆，你才是他唯一的妻。好孩子，你舍得吗？我垂下眸，心中泛起酸涩。若是以前，我定舍不得。当年谢允珍知我，爱我，敬我，故而在寿康宫殿外跪了整整3天3夜，只为请太后娘娘为我和他证婚。但缘分2字讲究圆满，缺一撇一捺都不行，何况是缺了漫漫岁月里18年的记忆。谢允珍一朝失忆，再多的情分皆成泡沫。我努力过了，没有用。与其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不如让太后娘娘欢喜。于是，我朝太后磕了3个头，几乎是痛到难以呼吸，求太后娘娘成全。风雪又1年，我拢了拢衣裳，从皇宫离开。回府后，我着手准备嫁东宫事宜。说起来，我们这位圣上子嗣不丰，年逾30才诞下一子，也仅此一子。太子殿下自8岁起便离宫，与妙法师傅云游四方。太后娘娘一直忧心太子的婚事，这些年来，她主意的贵女也仅我一人。是以，这桩婚事兜兜转转，还是落到我头上。太后娘娘告诉我，她已替我催促太子归京，最迟半个月便会回来。嫁人事宜繁忙，从选料子到绣嫁衣花纹，样样皆是我亲力亲为。许是那日风邪侵体，又许是这些天操劳过度，我竟病倒在榻。我病后，谢允珍携于满和登门探望，是继母放进来的。她这是想趁我病，要我命。寒风卷帘入，我捂着心口咳嗽几声。谢允珍一身锦绣长袍，与天地一色，眼似寒星，冷峻中透着几分傲气与不羁，全然的世家子弟模样。我静静望向他，眼眶逐渐湿润。人在病时，总会有几分不合时宜的矫情与委屈。于满和挽着谢允珍的手，笑得很得意。崔姐姐，这是相思病。谢允珍的身形僵了一僵，她凄眸扫向我，眉眼间闪过焦急，语气中也带着一丝责备。崔敏仪，你怎么不好好照顾自己？天气冷了，都不知道多穿衣吗？我恍惚起来，从前我可一生，谢允珍都急得吃不下饭，未曾想时过境迁，她竟还会心疼我。于满和见状，勾着谢允珍的小拇指，不满嗔怪：啊，真像春天的桃花簌簌，雨后的季荷摇曳。谢允珍渐渐回过神，脸上恢复冷漠与高傲。于满和这才复笑，挽着谢允珍：妹妹知道崔姐姐也喜欢谢郎，所以想出一个折中的好法子。什么？我望向2人，苦笑一声。哪怕我不嫁谢允珍了，但青梅竹马多年，我竟还会有一丝眷恋和不甘。可谢允珍的话却打破了我所有幻想。崔敏仪，我怜你痴情多年，所以本侯爷允你入府为妾。顿了顿，又道：如今我爱的人是荷儿，你就别不知好歹，和荷儿争正妻之位。一瞬间，我的脸上火辣辣般疼。妾啊！我捂着心口，一时间竟觉得有些可笑。崔谢2家高门大户，可还未有人委身做过妾，太折辱人了。我掐着手掌心，垂眼轻声道：不必了。谢允珍怔了怔，我虚弱咳嗽几声，用力攥住床沿，一字一顿道：太后娘娘替我做了主。谢允珍，
我不嫁你。谢允珍的脸色猛地阴沉，我与谢允珍闹得不欢而散。京城流言四起，有人艳羡于满河的好命，一朝变成谢家嫡子的新奸人；亦有人挖苦我，等着看我笑话。太后娘娘心疼我，命人送来68箱添彩礼。一时间，京城流言纷纷止住。于满河却同谢允珍闹起了脾气，他怕太后娘娘看中我，直接给我和他赐婚，又怕谢允珍哪一日恢复记忆，便不要他了。毕竟当初谢允珍成日追在我后头跑，只要我一蹙眉，他便搬空谢家库房，只为讨我欢喜。我与他定下婚约那日，更是连撒1个月的喜钱，还在京城放了3日3夜的烟花。年少轻狂的谢家郎当众夸下海口，今生唯娶崔敏仪。这道誓言被编成一出戏，在京城各大戏楼皆演过一遭。人人都知道谢允珍与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于满河也不例外。谢允珍被闹得头疼，便命我来安抚她。我自是不愿，毕竟我早就明白我与谢允珍是不可能的了。当初她回来，她的同僚劝她履行婚约，放弃于女时，我隔着一屏帘看见谢允珍眉眼泛笑。即便我失忆，我也清楚自己的秉性。崔敏仪的确像是我喜欢的女子，清贵又不交金。我的心稍动，下一瞬，谢允珍又道：但屏风里的金丝雀见多了，也该尝一尝外头的野趣。满河很好，比崔敏仪好。我彻底愣在原地，心头酸胀，密密麻麻泛起的是难过的滋味。原来谢允珍不是不知道以前的他爱我入骨，也并非不知我与他曾有婚约，他只是不想履行，不想娶我这个金丝勾出来的亲质，也不想再喜欢我罢了。是我太傻，守着我们的回忆一日又一日。我本以为这场闹剧就此收场，却未曾想谢允珍用我娘的遗物威胁我，1块鲤鱼玉佩，若我不去，他便毁了。我到底还是去了一趟谢府。谢允珍啧了一声，不置可否道：崔敏仪，给和儿道歉。眼前于满河红唇微勾，说不出的得意与挑衅。我默了片刻，到底致歉，对不起。谢允珍愕然，她似乎没想到堂堂贵女竟这么轻易折腰。于满河却嘟囔着嘴：阿珍，她不成。他恶劣盯着我：崔敏仪，若你当真想给我道歉，便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头，并当着你母亲的遗物发誓，今世今生绝不会纠缠阿珍。我想也没想，不可能。折辱我可以，但不能牵扯我娘。2年前的浴佛节，谢允珍邀我至京郊小山寺放生鲤鱼，可积福积德，故而谢允珍主动要为我放生鲤鱼。可天有不测之云，谢允珍一个不慎被河水冲走。我不知为何那么小的石子都能绊倒他的脚，也不知为何他会被一条小河流冲走。我只知那段时日我浑浑噩噩，几乎要将双眼哭瞎。娘亲看不下去，便上山1步3叩首，亲自求来这枚鲤鱼玉佩。灵验的是，谢允珍果然回来了，只不过身旁还带着另一个女子。她记得京城里的一切，记得自己是金贵的谢家郎，甚至记得我爹和我娘，唯独忘了我。娘亲将玉佩送给了他，以盼他早日想起我。他以为我会和谢允珍成亲的，年少爱慕，刻骨铭心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因着少时对我好的谢允珍，因着我娘的遗愿，我刻舟求剑，自欺欺人足足2年，但一味的刻舟求剑没有用，任我千方百计，我的少年郎终究沉在湖中心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当真可笑。忆起往事，我心中顿顿的痛，在开口时嗓音都发哑。谢允珍，我已经道歉了，也不会纠缠你们，还请你把我娘的遗物还给我。谢允珍瞥向我，平时张扬的桃花眸，此时沉默的厉害。于满河却扬了扬手，将玉佩往地上重重一摔。哎呀，真是对不住，我是不小心的。我顿时目眦尽裂，身上有1000斤重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满地的玉碎碴子，让人看得心惊。我却毫无知觉般俯身跪地，
将碎玉一点点捡起，碎茶划过我的掌心，鲜血淋漓，疼得要命，却远不及心中1/1000的疼。谢允珍想将我抱起，我却一把推开他。滚！他也不恼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懊恼。崔敏仪，我定找人给你修好。于满河也哭啼道。崔姐姐别怪我，谁让你想抢我的阿珍，看来伯母也看不下去了。我将碎玉小心翼翼收入怀中，而后抬手狠狠扇了于满河一巴掌。从及笄至金穗18，谢允珍一直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，若说抢，不如说是我让。我讥诮道，你就这点伎俩吗？可我根本不稀罕他。于满河眉目中满是恨意，2行泪水簌簌地流。谢允珍立时脸色阴沉起来。满河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能因为一个死人之物便与活生生的人计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人牢牢护在怀中，摆出一派偏爱的架势。若你要和他计较，我绝不会让你入府为妾。崔敏仪，你低低头又能怎样？低低头，几句话萦绕在耳，犹如钝刀子般一下下磨在心头，磨到血肉模糊，磨到遍体鳞伤。以前的谢允珍对我太好，以至于我一晃神便忍不住委屈。我死死掐着手掌心，分明痛到极致，却仍憋着眼泪，厉声道：谢允珍，我已许婚约，不论是以前的你还是现在的你，都够不上。我对着于满河又道：你放心，我会一一讨回来的。这些日子，谢允珍往谢府送了许多赔礼，皆是珍稀玩意儿。继母讽刺道：还真上赶着做妾呢。我却不与其争执，命人将东西全部丢了出去。除此外，我亲自状告了谢允珍一把。太后娘娘自然不会让我受委屈，当即让于满河入宫，罚抄经书1000卷，1000卷经翻，是他的赎罪。3日后，太子李承熙回京，太后娘娘邀我入宫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谢允珍跪在寿康宫外，她一看见我便目露欣喜。崔敏仪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去向太后娘娘求情，你就说满河不是故意的，让太后娘娘把和儿放出宫。她勉为其难极了，和儿是直率之人，我不愿她惹恼太后。若你这般做，我娶你为平妻。我却冷冷凝视她，轻声讥诮：那你知不知今日太子回京，而我的是预定的太子妃呢？谢允珍怔了怔，而后摇头苦笑：你与太子800年都打不着一竿子去，又谈何嫁太子一说？敏仪，你怎么开始说起胡话了？他又轻嗤一声：何况太子殿下金尊玉贵，你跟在我后头跑多年，他怎可能娶你？我掐了掐手掌心，几乎是以最平静的嗓音道：所以谢允珍，你从来都瞧不起我，对吗？正如那日在酒楼之言，即便我清贵不交金，即便我的品性灼灼如朝阳，但总归比不上一介渔女的鲜活。可笑了，我是京城寂静死板的山，曾为他千千万万次哗然，可是谢允珍忘了，然后不要我了。谢允珍怔然许久，他面上闪过仓皇，似乎意识到这一次我真的生气了，但到底是面子作祟，他梗着脖子道：崔敏仪，你再帮我一次，若满河出了事，我定不会娶你。寿康宫前，我不想再起争执，于是我答应他，你将红珊瑚和荷花园还给我，我便向太后娘娘求情。红珊瑚是父亲与母亲的定情之物，2年前我与谢允珍定下婚约，母亲将红珊瑚作为馈礼送给了谢家。既然我要退婚，那红珊瑚我必须拿回。荷花园则是谢允珍失忆后，他为于满河亲自制了满树满园的冬日荷花。彼时我心疼他身子未愈，故而将我名下的荷花园送给了他。目下看来，是我太傻太天真。我的少年郎不会因为一座荷花园就回来，即便他回来了，也不是以前的谢允珍了。谢允珍在原地沉默许久，最终还是答应：好。太后到底疼我。他颔首将于满河送出了宫，又指我手，轻叹一声：敏仪，哀家希望你不要太善良。我点点头，心中淌过暖流。太后娘娘因着母亲的缘故，一直将我视为亲女儿般疼爱。这2年她没少给我撑腰，是我不争气。
毕竟从前的谢允珍对我实在太好，我原本为着过去那点情分，不愿伤害他们。但于满河将我母亲遗物毁坏，那便休怪我无情。这只是第一步罢了。我朝太后娘娘轻声道：大抵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渡的劫，渡过了便会顺遂一生。太后娘娘深深望了我一眼，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她拍了拍我的手，喟叹一声：好孩子，只要你想做的，哀家都支持。承熙也回来了，你们好好相处。风卷帘动，殿外朦朦胧胧正站着魏郎君。太子李承熙6岁封太子，8岁便拜天下第一师为师，风光霁月，郎爵独艳，乃京城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。我和李承熙也有过一点交集。那年母亲携我入宫拜见太后，路上我央着宫女姐姐带我去折一枝海棠花。宫女姐姐知我受太后疼爱，自然应允。海棠花素素，我个头矮，够不上，故而我便请了一只小狸花猫替我去摘花。小狸花猫乖得很，竟真的攀上枝头，替我伸了好几个爪子。一声轻笑忽地响起，狸花猫使唤狸花猫摘花。我怔了怔，正要恼，却见眼前此人眉眼冷清，似谪仙下凡，但因着脸上这抹浅笑，竟比海棠花还要艳些。他施然命人奉上鸾镜，我这才发现，不知何时我的脸上竟沾上了泥泞，张牙舞爪恼气的模样，当真如他所言，是只狸花猫了。我的脸顿时红成一片。后来的事我便记不大清了，只知道母亲匆匆赶来，让我向李承熙行了个大礼便走，思绪渐渐回笼。太后娘娘笑着催促我出去和李承熙2人在雪地里走一走，我无奈只好起身。而眼前此人和少时的太子殿下渐渐叠合，一身锦袍玉立，七眸定定凝视着我，漂亮的眉眼泛着一抹胭脂色，比海棠还要绝艳。他促狭道：崔大姑娘不当梨花猫了。我的脸顿时如火烧云般发烫，但李承熙下一句却让我怔在原地。崔姑娘，我在京郊见过谢允珍和那个渔女。谢允珍的确去过一次京郊，但她说是有公务在身，所以才独自前去。回想起过去种种，我的眼不自禁地酸胀起来。其实我隐隐约约猜到谢允珍失忆有些蹊跷。那日浴佛节，她无缘无故的要替我放生鲤鱼，我本3番4次拒绝，她却仍拉着我一同前去。她水性强，断不会因为一块小石子便摔在溪中。谢崔两家派去了无数侍卫，却都无功而返。最终谢允珍回来，说是个渔女把她救了。可那些地方明明已经搜救过无数次，怎么可能会有遗漏？我不是没有怀疑过，但因着我们是青梅竹马，因着我们是未婚夫妇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揣测他。如今心中的疑云被戳破，我这才终于醒悟，原来我的少年郎一直在骗我，他把我和母亲都耍得团团转。谢允珍太过分了，我拂去眼角的泪渍，轻声感谢，谢谢太子殿下，若非他，我还会继续自欺欺人，被蒙在鼓里。风雪模糊了李承熙的眉眼，他轻叹一声，拂过我的脸颊，姑不愿崔姑娘蒙在鼓里。李承熙的嗓音凛然似孤时，如此，崔姑娘可还愿意嫁给姑？太子是在问，谢允珍没有失忆，我可还愿意？我抬起头望着李承熙，十分坚决道：嫁，并且我要让他们都受到应有的报应。我和李承熙的婚事定在3月中旬，嫁衣是我一针一线亲自绣的，婢女们都说合身。太后娘娘又送了2箱奇珍异宝，让我要当天底下最风光的新娘。我心中感动，便亲自上街挑选红绸。可巧不巧，却又碰上了谢允珍和于满河。于满河状若惊讶，当即捂住了嘴。阿珍，你看崔姐姐在干嘛？她娇娇弱弱哭了起来。莫非她让你把我从宫里放出来的条件是让你娶她？阿珍，我宁愿在宫里受苦。于满河这番话说得当真精妙，又哭诉自己在宫里受苦，又挑明是我害她入宫的。谢允珍闻言当即心疼起来，她望着我，微沉着脸：崔敏仪，你就这般迫不及待嫁给我吗？你把满河惹哭了，道歉。我挑了挑眉，
凑近于满河，而后扬声厉喝：“来人，将于氏拿下！太后娘娘最为心善，于是你当街边排太后，该当何罪？”于满河顿时怔愣，红着一双眼左扭右扭。啊，真救我！谢允贞面上又惊又愕，似是从未见过我这番恼怒的模样。但事关太后清誉，她斟酌片刻才敢开口：“敏仪，你过分了。”她皱着眉，就因为我答应娶你为平妻，所以你就这么放肆？满河出身乡野，率真惯了，不似你弯弯绕绕，你切莫在太后面前多嘴。我默然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好恶心。原来在谢允贞眼里，于满河的无理叫绿真可爱，而我的做派叫弯弯绕绕啊。可他错了，于满河这叫尖酸刻薄。我最厌恶这样的人。但为了我的计划，我仍按下恶行继续道：“于满河，太后娘娘已经答应我替我撑腰，你我之间必须有一个人做妾，你猜会是谁呢？”于满河的小脸猛地充满怨毒，他恨恨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活剥了般。我却将他推开，笑得盎然：“之前我送给你的东西，奉劝你一件一件还回来，否则别怪我告到太后娘娘那去。”于满河，一介渔女而已，你争不过我的。于满河气得直发抖。见他如此，我的心情好极了。我与谢允贞青梅竹马多年，他很了解我的秉性。他不解起来：“崔敏仪，你……”未等他问完，我便径直打断：“阿珍，这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。”说完，我便忽视谢允贞晦涩的神情，径直离开。毕竟我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回到崔府，父亲和继母传唤我过去。母亲去世还未满3个月，他就将继母接入家里。彼时未婚夫失忆，母亲去世，父亲新娶，桩件大事小情都压在我肩上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是以我搬出崔府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今年新岁，我才搬回家中。继母精致的眉眼，讥诮味十足。她轻嗤：“在大街上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这就是你母亲教出来的好女儿吗？”父亲也不满瞪着我，似乎认为我有辱崔家门风。逆女，谁允许你当众和谢家那小子发生争执？你们尚有婚约在身，即便没有，也不可与外男如此交际。我静静看着二人，电光石火间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可我不打算现在和他们撕破脸，故而冷漠听完便回了院子。当年父亲求娶母亲，便以一生一世一双人打动的母亲。可母亲心丧没有多久，他就大张旗鼓改娶继母，甚至扬言道：“我的母亲品性远不及继母。若非那时的我太过懦弱，又希冀着我最后一位亲人能回心转意，我的母亲也不会平白受辱。”存至此，我攥紧了掌心，母亲的仇我也会替她报的。很快便到了花朝节，太后娘娘说今年花朝节会举办一场宫宴，这是我的机会。那日从街上回去后，于满河便一直在和谢允贞闹别扭。听说于满河气恼谢允贞同意娶我为平妻，他恨极了谢允贞的做法，也不满太后偏帮我，所以他一直在和谢允贞闹气。奈何谢家人并非所有人都是不晓事理之人，否则也不会这么久不让于满河进门。谢允贞一面要应付心尖上的女子，一面又要哄着家里人，一时间一个头两个大，压根忙得转不过来。于满河到底是心疼他的，他刚想松口，我的人就到了谢家。小厮们借着我的名义，大摇大摆送了几件名贵的男士衣裳和鞋袜到谢允贞院子，像极了当家主母做派。又带着一众人在于满河所居大闹一场，将这些年他从我这里要的所有东西都拿了回来。物归原主，天经地义。仅仅这8字便将于满河气得发疯。当然谢母早就看不惯于满河，故而一直捏着鼻子笑道：“还是我未来的儿媳贴心，知道什么样的女子可以纳为妾，什么样的女子不配。”一句话戳到了于满河肺管子。听说是夜于满河悬梁自尽，谢允贞又惊又怕，将于满河救下来后与其缠绵了很久，真是脏死了。除此外，他答应了于满河一件事。总之，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才能送他们上绝路。花朝节宫宴，
宫门口，于满河打扮得十分艳丽，与往常装扮不同，倒像是孔雀开屏。他笑得很得意。崔敏仪，你有太后娘娘撑腰又如何？我冷冷看向他。于满河凑近我，压低声音：你说太后娘娘和陛下比，谁的旨意更重？崔敏仪，你以为你能压得过我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我立时佯作一派惊吓模样。你要做什么？于满河勾着红唇，小人得志4字几乎都要写在脸上。不做什么，只是让你自作自受。谢允真的面色倒是极其复杂，他望着我，欲言又止，但见于满河一入宫，犹豫片刻，到底跟了进去，只扔下一句：敏仪，别怪我，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望着二人离去的背影，低头慢慢勾起唇。自作自受4字很好，这句话还给他们。宫宴有条不紊开场，太后娘娘高坐台上，朝我温和一笑。于满河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他被谢允真带回京城后，便不被一众贵女待见。他3番4次讨好太后，但皆被太后不冷不淡打了回去。于满河自尊心强，怎可能不怨我？他越怨我，我和谢允真的关系就越僵。不过也多亏了于满河有手段，这2年我才能慢慢放下谢允真，也才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谢允真坐在位置上，盯了我许久。我与他青梅竹马多年，明白他的意思，无非是觉得愧对我罢了。加上前几日我所说的太子妃所言，谢允真在犹豫。但于满河坐在他旁边，摆出一派柔弱无依的模样。谢允真沉默良久，最终咬了咬牙站出。我轻叹了一声，在心里轻声说道：谢允真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他跪在地上，磕了3个响。陛下，微臣想请一道圣旨。皇帝略一眼他，哦。谢允真温柔望向于满河，又瞥了瞥我。微臣想请陛下下一道圣旨。微臣失忆2年，但又不想辜负崔家姑娘深情，故而微臣想纳崔家大姑娘为妾，望您允许。若陛下允许，微臣愿意以爵位来换。果然如此。我默然看向谢允真和于满河。于满河恼我，故而想以正妻之位压我一头。而谢允真3番4次替于满河请旨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惹恼了陛下，但陛下一直忌惮谢家鼎盛，所以于满河才央求谢允真拿爵位作换。千百年世家，区区一个爵位而已，还是换得起的。但这个法子太蠢，也太仓促。即便陛下有心去换，也碍于我是太后娘娘属意的太子妃而不可能实现。这恰恰会让陛下更加恼火。放肆！太后娘娘满脸怒容，厉声喝道。她望了一眼皇帝，皇帝也悠悠然开口：谢卿，崔家姑娘乃钦定太子妃，何来深情一说？爵位之事重大，既然谢卿如此不在乎，朕便包了又何妨？李承熙也适时开口：谢侯爷是怎么为人父亲的？一介渔女敢带上宴席，搅乱宴席便罢了，还想笑相姑的太子妃？于满河和谢父的神情倏地难看至极。余光中，我看见谢允真的脸色一点点惨白，猛地抬头，眸子死死盯着我，是为震惊与怨怼，仿佛在诘问我为什么要嫁给太子，为什么敢嫁给太子。我心中冷笑：谢允真，我努力过了，是你自己先放弃我的。宫宴结束后，谢允真一场宫宴都十分恍惚，就连于满河被太后的人赶出宫也不知道。宫门口，他拦下我，指节犯的清白。一如谢允真落水回京，我本欣喜至极，却看见他身旁多了一位貌美年轻的姑娘般。她的嗓音嘶哑：崔敏仪，你要嫁给太子？是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太子逼你的？敏仪，若是太子逼你，你大可和我说，我娶你好不好？我按照婚约娶你，许你平妻，不，正妻，我许你谢家正妻之位，你别嫁给太子。我冷漠看着他。谢允真的眉眼闪过一丝痛色，但好歹冷静1、2。敏仪，我虽然失去记忆，但我希望你嫁给自己真正的心爱之人，我不希望你不幸福。可笑！我平静望着他，只轻声问了他2个问题。谢允真，
你真的失忆了吗？以及你凭什么认为2年后我还爱着你？谢允真的脸色蓦地煞白，她想牵住我离开的衣袖，却什么都抓不住。谢允真失魂落魄极了，我的心中却升腾起快感。当年我哭着求谢允真履行婚约，要好好喝药，快点想起我时，她把药罐子一把摔在地上，眉眼倨傲又冷漠。崔敏仪，我不可能娶你，你如今在我眼里什么都不算，真可笑。当初是他要娶我，却为了另一个姑娘假装失忆，欺骗我，耽误我，羞辱我2年。那日他也这般轻飘飘离开，我有多痛，他也要有多痛。回到家中，父亲和继母头一回这么沉默，但我知道他们的沉默并非替我欣喜，而是害怕。他们害怕我会一一清算他们，更害怕我会发现他们的秘密。很可惜，我已经发现了。这些日子，谢允真每一日都会在崔家门口等我。我让小厮婢女轮流传话，说我不见，她却执拗得很，红着一双眼一站就是一整天。于满和有时也会过来一起等，我嫌恶心，让小厮把人赶跑了。这下可把继母心疼坏了，3天2头便跑我院子里劝我大度善良。我笑了，次日便见了谢允真。她一看见我，眉眼立时松了1、2，但眼尾依旧泛红，瞧着十分可怜。敏仪，你终于见我了。她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的欣喜与希冀。若你愿意，我立马带你逃离京城，钱财、地位、父母我都不要了。敏仪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你要相信我，我最爱的女子只有你。我软和了语气。谢允真，你知道的，不可能。谢允真面上露出痛苦之色。青梅竹马多年，我很清楚她的确爱我。当年谢允真爱我如命，2年的时间而已，怎可能改变一个人？只不过因为新鲜感以及怕被我发现，所以才会演这么久。但谢允真喜欢上其他女子是真的，如今追悔莫及也是真的。我话锋又变，伸手替她拂去一片落叶，语气温柔得很。何况于满和还等着你回家。允真，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嫁东宫，你娶于满和，如你所愿，这样很好，不是吗？一句允真，便让谢允真的双眼立时猩红。不要，不要，敏仪，你不可以丢下我。我轻轻叹了一声，什么也没说，便进了崔家，低下头，勾起了唇。我很期待谢允真接下来的反应。谢允真最爱于满和的时候，在圣上面前请了旨，说要娶她为妻，但彼时圣上没有同意。我入宫一趟，请太后娘娘为我周旋此事，那就是让陛下赐婚谢允真与于满和。这件事做来简单，但谢允真却闹了起来，她不肯娶于满和了。谢父气得要死，当场便要请家法打死谢允真。谢允真却梗着脖子，死活不肯接旨。我爱的人只有一个，除了他我谁也不娶。如果我娶了满和，他就真的不要我了。是啊，以前的我很傻，一直认为只要他不娶于满和，我和他便还有机会，却忘了爱情不像镜子，一旦有了缝隙，日后便会有数不尽的风雪。圣上自然震怒，一是谢允真在宫宴上堂而皇之要那太子妃为妾室，二是他之前请的旨，如今又拒接旨，陛下十分生气。谢父连降3级，包了爵位，在鼎盛的世家也抵不了皇家的雷霆怒火，何况谢家也自知理亏，不敢再去触怒圣上。谢母直言于满和是扫把星，铁了心要把于满和赶出去。谢允真一心只想搅黄我和太子，又怎么会去管于满和一事？且他认为是于满和逼我嫁给太子的，若非他一再坚持我为妾，我也不可能要嫁给太子。风雪之中，于满和哭着问谢允真：“你真的不娶我吗？”谢允真摇头，冷漠又绝情，像极了他之前对我那般。不可能。然后毅然决然把于满和赶出谢家。于满和被逼到绝路，那就只有一个法子了。于满和本来想行刺我的，但我的侍卫一直在暗处伺机而动，他下不了手。
一次我刚要出门，他发了疯般朝我身边冲过来，一道人影却挡住了利刃，是谢允真，鲜血汩汩浸染了他的衣裳。于满河绝望尖叫：阿珍，阿珍，你为什么要替这个贱女人挡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谢允真却一字不语，眉眼缱绻一味盯着我。我使了个眼神，示为会意，将于满河拖走了。行刺准太子妃，我要让慎刑司查清于满河的真正身世，以及处死他。谢允真捂着伤口，痛苦的心甘情愿。敏仪，现在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不能。我轻声一叹，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谢允真，你真的很笨，也真的很绝情。对我是这样，对于满河更是如此。谢允真落水后，我曾一度陷入昏迷，长达7日7夜不吃不喝，醒后更是呕出一大滩血。母亲心疼我至极，这才去求了李玉佩。她回来时额头都磕破了血，掌心也磨破了。这是我们母女第一次这么狼狈。可谢允真呢？谢允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，烧了我们一笔一画亲自写下的婚书，摔了我们的定情玉佩，还将我与他成亲后定下的府邸送给了于满河。他对于满河宠爱入骨，每多宠于满河一分，我的心便多滴上一滴血。我痛不欲生，他则怀抱新人。这些谢允真都知道，但正因为他知道，才更显得他面目可憎。我将这件事讲给谢允真听时，他本就苍白痛苦的脸色愈加不堪难看。敏仪，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即便我娘求来的鲤鱼玉佩被太子的人修补好了，即便我的红珊瑚和荷花园都回来了，但我仍觉得谢允真恶心。如果他是真失忆，并从始至终护着于满河，那我还能敬他痴情。可偏偏不是，他踩在我痛苦的基础上，一遍遍作践我，分明记得所有事情，却在一旁冷漠看着我痛苦，享受着我的痛苦。谢允真，你真的让人恶心。我如此道，丢下最后一句话，我便离开。从此我不会再见他，因为他就要死了。于满河那么恨我，刀上自然抹了毒。谢允真没有活过3日，倒是和于满河同一日死了。谢母崩溃至极，谢父也一夜白头。仅这一个嫡子，他们怎能不恨？与此同时，我向他们递去了一个信息：于满河是继母和崔府的孩子。其实我早就发现继母和父亲勾搭上了，但我不想让母亲伤心，是以一直隐瞒。若非如此，一个渔女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攀上谢家。继母说的一句话让我一直放在心上：崔敏仪，你不可能永远这么顺遂，你母亲争不过我，你以为你就能争过她吗？彼时我以为继母只是幸灾乐祸，但仔细想想，她的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炫耀。她炫耀她抢走了我母亲的夫君，也炫耀她的女儿能抢走谢允真。可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了继母，她的女儿死了，我却活得好好的，还是准太子妃。继母和父亲恨我恨得要死，但他们都无可奈何，甚至还要面对谢家的怒火。没多久，继母便气急攻心，又因一个大夫不慎抓错了药，故而毁了容，半身不遂。父亲的下场更加惨烈，继母有一日夜里神志不清，所以把父亲的命根子阉了，还拿刀在他腿上狠狠划了好几道。父亲残了，也变成阉人了，当真是可怜。没过多久，父亲便死了。毕竟他那么高傲的一个人，怎么能忍受自己这副模样？我清楚这些都是谢家的手笔，故而还送了一份大礼给谢家。那座荷花园，谢他们教子无方，却能替我复仇。谢母收下了，从此搬到荷花园去居住，那里有他儿子的痕迹，这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念想。我嫁给了太子，我本以为我和李承熙是婚约，并非你情我愿，可后来我却在他暗示中发现一幅又一幅的美人图，每一张都是我的一颦一笑。李承熙说，玉卿佳人在南心洞，他的后宫没有第二个妃子，唯我一个皇后。太后娘娘长寿，活到了我第3个孩子出生，她给我的孩子们都取了名字，走之前
还笑着握住我的手。敏仪，余生幸福。我的眼眶渐渐湿润，反握住她的手，像很多年前答应她嫁给太子那般郑重回答：祖母，敏仪会的。春日灼灼，我一定会好好幸福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